大家好，欢迎回到北欧老吴的频道。今天是2025年2月20号。我们先说一个直播预告，明天2月21号，美东时间11点到12点，我会做盘中直播。但是明天这个直播是针对所有人，所有人都可以提问。这样的话，就欢迎大家来参与这个直播，能够分析更多你们关心的个股。简单看一下今天出的这个经济数据，8点半出的这个就业数据的话，初领就业金的、失业金的这个，比预期的能多一点，然后比上一次的也要多一点，但是整体来讲还没有明显的这个放大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其他的，简单说一下我的分析方法。如果说你是第一次看我视频，我主要用的是缠论、波浪理论，再结合一些传统理论。那么来看一下现在盘中的情况，现在开盘快半个小时了，现在是9点51，美东时间。那么现在这个情况，我们看一下标普的日线。这个标普的日线昨天刚好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位置，昨天的最高点6147.43，对吧？历史最高，刚好是这个0.0186143.24附近，看到没有？这是我们之前测过的这个0.018的一个位置，它刚好到了这个位置，最高顶到这里。然后现在今天是出现了一个冲高回落的一个状态。那么我们要关注，剩下来要关注什么呢？就是接下来要关注这里能不能够形成一个日线顶分型。想要形成日线顶分型的话，需要把昨天的低点打掉，也就是611.15，打掉这个低点之后，日线就会出现顶分型。当然也可以出现一种包含关系，也就是说今天的 K 线在昨天的 K 线这个所有的包含里面，这样的话就会形成一个晕线，这是这个传统理论叫晕线。但是目前看的话，有希望打掉这个昨天的低点，形成一个顶分型。形成顶分型之后，我们要关注它是不是能够延续出一笔来，还是说这个顶分型只是一个中继的，可以向上继续生长，对吧？这样的话，我们需要关注一下它的次级别，看一下这段的次级别，也就是1小时上。那么在次级别，这是这个最高点6147，把它纠正一下。然后这个起涨点在这里5923，也就是说5923到6147这所有的这些在日线上只是一笔，那么在1小时上的话，我们把这个1小时上的这个 K 线给它补全，这是回撤了一笔，然后又向上一笔，对吧？这些都成笔了。那么这个回落的话，应该是碰到了这个前面这个低点，我们看一下6101，这个是碰到了。这里是可以是当成一个中枢，但是呢，其实它这里面就这些 K 线，你还可以进行一个重新组合，因为啊，它其中有2、3根 K 线，这2、3根 K 线把这个结构整体给破坏掉了。但是其实你如果用递归来分析的话，还可以这么画，我们把它重新给它画一下，这里回撤一笔，然后上升一笔，然后从这个上升一笔，我可以画到这里，然后这样。经过修正之后的这个图形，我们看一下，这里是有一个中枢的，这里是有一个1小时的中枢。为什么这么画呢？这么画的意义就是说，要体现出来这个6099的这个3买，6099这个回撤呀，是这个下面小中枢的这个3买，然后出现了一个高点，然后出现了一个盘整背驰，然后从5923上涨，然后到日线上。到这个最高点6147，在日线上都是一笔，在1小时上的话，有进入段，有中枢，有3买，有离开段，非常饱满的一个结构，发现没有？非常饱满的一个结构。所以说，在我这个画分上，我现在是这么画，然后我们现在就从6147这里，我们也可以用这个从6147这里做一个分割线，分割之后的话，我们先看6147这里能不能够出现一个反向走势，对吧？想要走反向走势的话，首先这个6099.51要打掉，打掉6099.51，这个速度还要非常快，要快杀，杀到这个起码要杀到120小时这里，杀掉120小时均线之后，再看它这个反弹的力度。如果说反弹力度非常弱的话，那基本上就要走反向。那么以这种方式来形成日线上的回撤一笔。所以说，我们现在就假设这个6147这个位置作为一个短期的一个高点的话，我们现在反向来看，因为左侧就是说从6147到5923这个的结构已经挺饱满了，所以说我们现在就看它就这个结束了，然后看从6147这个走反向，看它是怎么演变的。现在就构成这个刚刚构成这个进入段，也就是说这个单边段，所以说我们需要关注就是这一段。
的一个演变方式。好的，这就是指数相对已经冲高点，我们看一下，好像已经出顶门形了啊，已经出顶门形了，现在已经出顶门形了。那么这个位置我们需要稍微小一点，那么这是三段嘛，因为从5773这是一个三段，日线上三段构成了周线上的一笔。那么它这个回落，我们现在不知道它这个力度，它可以是一个快速的，或者说一个力度比较深的一个回撤也可以。这样的话就形成一个扩张三角形的一个，甚至是要走反向，走周线上的一个大反向也可以。所以说6147这个位置，明显给我们的这个做多的动能并不强，信心并不足。这里我们需要做多的话，需要相对谨慎一点，能减仓的就减仓，然后不能够做空的话，就那个持币的时间拉长。就是说，如果说目前这个周期，比如说我们现在看的周期是日线，如果说日线是你的交易周期，它又出现了一个偏空的一个状态，那么你持币的状态要拉长，或者说你交易的周期要抬高。以这种方式的话，你就能够把自己的手捆住，这样的话就交易就会减少，晓得吧？所以以这种方式来控制这个风险，这就是这个标普。简单看一下其他的，这个 VIX 也是出现了开始抬升了，发现没有？开始往上走。然后这个 MACD 也是开始有向上走的一个迹象，但整体还没有出现需要我们恐慌的，它还没有站上这两根均线。看一下我们之前跟踪的这个英特尔，英特尔的话，它现在是出现了一个，之前是2月18号这天出现了一个大涨16%，但是现在出现了一个上冲回落的一个状态，但是呢，它并没有破坏日线这个结构。日线这个结构，我们现在关注重点是这个18.73这个位置，18.73。把它给它分割出来，以18.73分析的原因是因为18.73到27.55在周线上是一笔，周线上一笔，但是它的日线上只有3笔，所以说它结构不完。即使这里出现回落的话，碰不到前面这个小高点22.41，出现回落构成一笔，碰不到22.41，还只是一个4的回撤，还可以有5，甚至在这里做中枢，然后再上去。对吧？因为现在英特尔就是市场在传言，可能是这个 TSM、台积电呢，或者说是其他的这个 Broadcom，可能要收购它的一些部门还是怎么着，或者说造成了现在这个，但是从图形上来看的话，它现在是一个强势状态，对吧？没有表现偏弱，就这是为什么我最近几天或者最近一段时间开始跟踪它。然后就是这个阿里巴巴，阿里巴巴的话也是，它是图形上出现了新的变化，然后再加上中国那边，现在习近平也开始接见这些科技大公司的大佬，对吧？那么这个是基本面或者说这个大方向上出现了一些变化，所以为什么要跟踪它？它今天大涨是因为什么呢？是财报，今天是出了财报，它这个 earning 和这个 revenue 都比预期的强，但是并没有强太多，但是目前是上涨了11%左右，但是它的图形上。周线上这个空间现在开始慢慢的出现了，从这个66.63这个位置分析，因为在66.63是周线上的这个月线上的起涨点，在周线上这里有一个中枢，然后这个有一个周线大300，然后现在这个离开，那么这个离开段我们也比较过，在它出财报之前刚好是顶在了等比例，那么现在正好在等比例这个上面，说明这个离开段不被持了。那么如果说能够延续现在这种状态的话，那这个离开段的话，可能后面的空间还是比较大的，因为毕竟你看，如果说下面有一个大的箱体的话，或者大一个平台，如果说打开的话，这个空间还是很大的，发现没有？所以说这就是阿里巴巴，如果说能够打开这个空间的话，先不说它基本面，会不会长期有什么变化，但是短期图形上是这个偏向做多的一个状态。然后再看一下2024年的大牛股 Palantir， 那 Palantir 我们一直说不要追涨，不要追涨，因为它是处在一个7浪的一个状态。那么最近2天，昨天和今天又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下杀。我们看一下，尤其是昨天开始，那么它从这个21.74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对吧？第七浪。我们一直之前说，我们有这个7浪衰竭和9浪衰竭的这个模型，它现在就是出来7浪衰竭之后出现了大幅下杀。那么现在下杀，其实整体结构还没有出现整体变化，但是出现这2天的大幅下杀是因为什么呢？有消息说是因为这个可能美国的这个国防部要砍预算，
造成了，因为它是一个偏军工还有 AI 相关的一个概念股，但是它主要还是跟国防部有很多合同。那么如果说国防部要砍合同的话，对它的业绩肯定是有影响，对吧？现在出现了，现在是空头，起码是借助这个消息来打压它，这没毛病啊。它涨这么多了，对吧？任何一个不好的消息都可能造成它的一个下跌。这就是说，在牛市上涨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好多正面的消息会出来；在它这个结构饱满之后，你会发现一些负面的消息会出来。其实很多时候你会发现，结构先到这里，然后才跟着消息来。为什么图形分析对所有人都是很公平呢？就是你和其他的机构或者说是巴菲特，你们拿到的数据是一样的。任何人想要在数据上做动作，那都要去进场拿真金白银的去交易呀，对不对？巴菲特能够卖在这个位置，你也可以卖在这个位置，不因为他的资金量大就比你有什么优势在图形上。所以说，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用图形分析，反而发现，到了这个位置不能涨了，不能追了？为什么呢？因为图形结构饱满了，那么相应的消息就跟着出来了。很多时候，消息是比图形滞后的，你会发现这个很有意思的事情。那么这是针对这个帕兰迪尔，那么现在就关注它回来之后能不能够碰到这个84.79，碰不到的话，当然还可以有789，对吧？也是可以的。那么如果说碰到之后，那就看这里是不是要做中枢，做中枢之后再看它怎么选。但是整体来讲，现在这2天杀的是比较快、比较深的，现在已经快到0.5了。所以这个票，首先不要往里追，不要往里追的进去做多了，对吧？已经这种情况了，你要等待它消化这个国防部这个消息之后，那么就看它能不能够到某一个位置企稳了，然后再做一做中枢，还是再跌一下，以这种方式来构成一个相对饱满的回撤之后，才有可能再往里进，对吧？这是针对这个帕兰提尔，然后再看一下英伟达，英伟达马上2月26号下周要出这个财报了。那么现在还有1周多的时间，那么现在刚好是我们之前说它这里有一个趋势线，到了趋势线之后得到了一个压力，现在出现回落。那么它如果说能够在财报之前回落到某一个位置，比如说到120天、200天的话，那么可以尝试买回来。如果说你在上面有减仓的话，买回来做这个2买，对吧？因为先不说这个基本面，就是说财报之后的市场对它的预期有多高，还是怎样？但是我们主要以图形分析的话，到了这个位置，上面你减了的话，那下面你就加回来。至于减多少、加多少，可能是需要去稍微注意一下的。但是你做不做减仓动作，做不做加仓动作，那么这个是取决于你自己的一个风险喜好了，对吧？所以说不能说因为它要出财报了，那但是到了位置我们就要进的。对不对？所以说，如果说到了这个有回撤到某一个位置，我们也可以现在测一下，比如说它到0.382、131啊、128呀，比如说整数的话130啊，对吧？到了这些位置的话，都是一个2买，它可以借助财报再上去的。所以说看它，至于你加这个加多少仓位的话，那就是再说了。这就是针对这个英伟达，然后最后再看一下特斯拉。特斯拉的话，昨天是出现了一点点新的变化。首先从488这个下跌的话，我们看一下这个下跌的这个结构，这是技术段，然后一次反弹，两次反弹了，现在已经，而且这个反弹也成比了。而且这个反弹之后的高点367.34没到这个373.04，对吧？我们之前说过，它这个反弹的时候，如果说只是一个弱反的话，它是碰不了这个的，碰不到这个的话，它会95，所以说是一个1、2、3、4、5段来构成周线上的一笔回落。那么它如果说是，就看这个第5段这个回落能不能够碰到前面这个低点325.1，如果说破掉325.1的话，就是第5浪。那就看一下3和5有没有背驰。如果说不能够破掉325.1也可以，那就是一个可以在这里做中枢之后再上去也可以。那么就以这种方式来构成，这里是周线上一笔，然后以这种方式来构成周线上向上一笔，对吧？它怎么做都可以，就看它对于325.1的一个这个下跌的一个测试。好的，那么的话我们今天就分析这么多到这里了。